演坦言，太漂亮，不敢选她演女主。白鹿凭什么打破导演偏见？美貌是一把双刃剑，白鹿的困扰从何而来？在娱乐圈里，颜值往往是女演员的第一道敲门砖。然而，有些时候，长得太漂亮反而成了一道隐形门槛。白鹿凭借天然精致的五官、清新灵动的气质，一路从网剧小花成长为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星。可谁能想到，正是这张无可挑剔的脸，竟然差点让她错失现实主义大剧《北上》的女主角夏凤凰。导演姚晓峰的那句坦言，她太漂亮了，我不敢选她，瞬间登上热搜，引发无数网友热议。漂亮难道也是一种罪吗？这场关于美貌和演技的拉锯战，背后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？导演的顾虑，现实题材里漂亮脸蛋是绊脚石。扩展版，导演姚晓峰的那句她太漂亮了，我不敢选她，乍听之下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但仔细想想，却道出了无数现实题材导演的共同心声。现实主义剧作的灵魂是让观众相信角色真实存在过，他们可能就是你楼下卖早点的大姐，胡同里骂孩子的泼辣妈妈，或者河边晒着衣服笑得豪爽的邻居婶子。他们的美往往不是精雕细琢的镜头脸，而是一种生活打磨出的真实感。白鹿的美是典型的镜头丑，她的皮肤像是从不见阳光的瓷器般细腻，她的五官在镜头前几乎没有死角，站在人群中总是第一眼就被看到。但正是这种过分精致，让现实题材剧的观众产生距离感。我们都知道，生活里漂亮成这样的女孩，大多不会出现在河边泥地里打滚，更不会为了几毛钱跟隔壁摊主吵得面红耳赤。姚晓峰并不是歧视漂亮女孩，而是深知观众对现实题材的高要求。越是这类讲述普通人奋斗史的作品，越需要演员身上带点烟火气和操感，否则角色就像摆设，再好的剧情都撑不起来。而白鹿的美貌恰恰成了这把双刃剑，让导演不敢轻易冒险。这份担忧是真实的，也是残酷的。白鹿如何打破偏见？主动毁容，用实力证明自己。扩展版，面对导演的犹豫和质疑，白鹿没有选择退让。这份态度本身就值得尊敬。在娱乐圈，尤其是流量明星扎堆的环境下，太多演员把美貌视作安身立命的核心资本，不舍得做哪怕一点点丑化自己的尝试。但白鹿的选择显然更长远，她要的不是短期赞美，而是长期认可。她知道这个角色对她意味着什么。她不仅是一部剧的女主角，更是她从甜宠偶像剧过渡到现实主义题材的关键跳板。她主动要求晒黑肤色，把从前引以为傲的白皙肌肤彻底舍弃。她戴上略显滑稽的钢牙牙套，让嘴型变得不再精致，甚至微微有些滑稽和土气。她的化妆也不再追求无死角的精致，而是强调皮肤质感、毛孔细节，甚至画出一些晒斑和细纹，让美貌隐退，让真实上位。更难得的是，白鹿不是表面功夫做足，而是连表演方式也做了根本性的调整。她特意去观察河边市井女性的动作、语气、表情，甚至研究她们走路带风、说话带刺的气场。这种内外合一的转化，不是短期训练就能做到的，而是她真正把自己当成一块泥土，任由角色这双手反复揉捏。这份自我颠覆和牺牲，既是对白鹿演技的考验，也是她对演员身份的重新定义。她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美貌不是她的包袱，反而是她突破自我的起点。从甜妹到野丫头，白鹿完成惊人蜕变。扩展版，白鹿的转型之路绝非一朝一夕。早期的她凭借甜美外形，在古偶剧里顺风顺水，一度被贴上国民初恋古偶女神的标签。但这种标签看似荣耀，却是无形枷锁。甜美的少女形象总有保质期，当观众审美疲劳，市场也开始转向现实主义、年代剧、悬疑剧等更具深度的题材时，甜宠剧女主角们往往陷入无戏可接的尴尬境地。白鹿比很多人更早嗅到这种变化，她没有继续在舒适区里贩卖少女感，而是主动出击，寻找每一次自毁的机会。北上中的夏凤凰就是她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破茧之脚。这个角色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偶像滤镜，
所有的美好与浪漫都被泥沙裹挟，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生存欲望和最赤裸的情感表达。从甜妹到野丫头的转变，不只是形象变化，更是对白鹿内在能量的彻底释放。她开始敢笑的大声，哭得崩溃，吵架时破音，走路时踢石子，每一个脱胎换骨的细节，都是她在用身体记忆告诉自己，我是夏凤凰，我从泥里长出来，不怕脏，不怕丑，不怕疼。这种蜕变才是演员真正的成长，不再讨好镜头，不再取悦粉丝，而是全身心投奔角色。这份狠劲儿让她摆脱了花瓶的刻板印象，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角色生命力。老家江南气质加江湖豪爽个性，白鹿的反差魅力扩展版。白鹿的个人背景注定了她和夏凤凰之间那种妙不可言的天然契合。出生在江苏水乡，白鹿从小耳濡目染的江南文化，让她对运河边的风土人情有着天然的熟悉感。这种熟悉感不是靠剧本和采访就能补课补来的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记忆。她知道河水的气味，知道湿漉漉的青石板在太阳下会散发出微微的热气，知道街头卖小吃的摊贩之间如何互相打趣和斗嘴。这些细微而琐碎的乡土记忆，其实就是角色夏凤凰最真实的生活底色。他不需要刻意揣摩，只要稍微翻开记忆的抽屉，就能找到那些熟悉的画面和氛围。更难得的是，白鹿身上的反差魅力。她有江南女子的柔软细腻，也有现实生活打磨出的直爽和泼辣。这种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，完美贴合夏凤凰的成长轨迹，既能在大风大浪中顽强生存，又能在细水长流中守住一份柔情。这种真实多层次的性格魅力，才是角色最动人的地方。他没有演一个角色，他演出了一个人，一个活生生有呼吸有血肉的夏凤凰。这种从文化、性格到情感的深层共鸣，才是白鹿最大的底气。编剧力挺加导演放心，白鹿新赛道开启。北上的编剧赵东陵也对白鹿的表现赞不绝口，他完全抛开偶像包袱，不再局限于漂亮女主，反而越演越生活化，越接地气，越有味道。这样的评价对于演员来说，比任何奖项都珍贵。导演姚晓峰也表示，白鹿身上的潜力远远超过最初的期待。从外形蜕变到表演层次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真正的好演员不靠脸吃饭，靠的是对角色的理解，对细节的打磨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会。从流量花旦到实力派，北上只是白鹿转型路上的一站，未来他还有更多现实题材作品储备。他的目标不是流量第一，而是用作品说话，让观众真正记住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，而不是一张漂亮脸蛋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美貌是礼物，演技是武器。他已经准备好拿着这把武器，在更宽广的舞台上杀出属于他的天地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精彩分享。白鹿的逆袭故事，是不是让你对她有了全新的认识？你怎么看漂亮是不是演员的优势？你期待白鹿在北上中的表现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，和我们一起探讨。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收藏我们的频道，持续为你带来更多独家解读和娱乐圈一手资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